以史为镜，可以知兴替；以人为镜，可以明得失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诗墨成歌，我是沙爷。南宋王石鹏读东坡诗时，就曾经写下“东坡文章冠天下，日月争光博风雅”。一支笔可以让他名动京师，而一篇文更能让他流传千年。一句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，可以让中秋的月亮从宋朝一路照到今天。可很讽刺的是，差点把苏轼送上死路的，也正是这支笔。他写下的文字本来是才华，到了御史台手里却成了罪证，这就是乌台诗案。水调歌头时，他还在密州问月；到了念奴娇时，他已经从文字的风暴里活了下来。被贬到黄州，站在赤壁的江边，前一首是把酒问天，这一首是还泪江月。宋神宗元丰2年，也就是西元1079年，苏轼移知湖州，清官到任，照例要写谢表，但他的文字太亮，也太利，亮到天下都记得住，力到镇里也抓得住。他在湖州谢上表里写了一点自嘲，一点牢骚，也写了自己不合时宜的处境。原文里有几句很关键：知其愚不事实，难以追培心境；察其劳不生事，或能收养小民。这几句话本来可以读成致谦，意思大概是说我这个人愚钝，不合时宜，很难跟那些新进的官员一起追培上朝。皇帝也知道我年纪渐长，不想再生事，或许还能在地方上照顾百姓。但到了政敌眼里，不事实、心境、不生事这几个字，全都可以拆开来扣帽子。御史中丞李定、苏胆等人看了之后，立刻抓住不放。《宋史·苏轼传》里讲得很直接：御史李定、苏胆、何正成执其表语，并没念所为诗，以为善谤，逮复台狱，欲治之时。尤其直取表语，就是摘取他谢表里的文字，以为善谤，就是把他的诗文解读成诽谤朝政。最后甚至说欲治之时，也就是一度想把他往死里打，但这只是前菜。接下来，他们把苏轼过去写过的诗一首一首翻出来，譬如说“赢得儿童语音好，1年强办在城中”，御史解释成这是在讽刺青苗法。百姓有大半年的时间都往城里跑，搞得连小孩子的口音都变了，进而解读苏轼是在指责新法扰民。还有一句是“读书万卷不读律，治君尧舜知无数”，御史可以把这联读成这是在讽刺朝廷只重法条，不重儒家治国之道。再比如“东海若知民主义，应教赤鲁变桑田”。御史认为这是在讽刺水利，表面上是称颂民族，但实际上是在反讽。还有就是“岂是文少解妄位，尔来3月时无言”，御史直接认定这就是在讽刺严法。所以你看，这根本就是政治来找茬。话说回来，苏轼就真的完全没有在批评新法吗？当然不是。《宋史·苏轼传》其实也替这件事留下一句比较平衡的说法：又以是不辩明者，不敢言，以诗托讽，素有补于国。这句话很重要，他不是说苏轼完全没有批评，他确实把不便于民的事写进诗里，确实用诗文寄托讽刺，但后面那句素有补于国，意思是希望对国家有一些帮助，所以他不是无辜的政治小白兔，他是嘴很利的苏轼。可是批评不等于谋逆，发牢骚也不等于诅咒朝廷，写出民间困苦也不等于要推翻赵家。乌台诗案最可怕的地方就在这里，它不是一首诗出世，而是先射箭再画靶的政治阅读法。乌台就是御史台，御史台因为常会有乌鸦栖息，又称乌台，所以这场案子后来就叫做乌台诗案。这案子不是只有苏轼一个人倒霉，谁收过他的诗，谁跟他通过信，谁替他说话，都有可能被扫进去。比较有名的就有苏辙、司马光、黄庭坚，这些人有人被罚同，有些人遭降职，还有些人被外放。他弟弟苏辙就愿意拿自己的官位替苏轼赎罪，后来被贬去云州监9岁。司马光、黄庭坚等人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与处分。
如果说朋友圈里谁被修理的最惨，那就是王生。王生是皇帝的女婿，也就是俗称的驸马。照理说，他的后台很硬，可是乌台诗案一来，他还是被削除了官爵，贬官他州。这里补充一个小常识：驸马本来是官职的名称，全称叫做驸马都尉。但后来因为这个官职常授给皇帝女儿的丈夫，久而久之，驸马在日常的语感里就变成了皇帝的女婿。我认真的查了这个案子，看有没有人因此而掉了脑袋，答案是没有。可是没有死人，不代表不严重，因为苏轼在狱中确实一度以为自己可能无法活得出来。他后来到了黄州，写《到黄州谢表》，里面有一句话是说：“设其必实，许以治心。”必死这2个字是苏轼在谢表里自己说的。他知道自己这次是被皇帝赦免了本来可能要死的罪，才有机会重新做人。后来经过多方营救，才逃过死刑。这件事不是后人的传说，苏轼在《到黄州谢表》里写得很清楚。折寿臣检校，尚书水部员外郎，从黄州团练副使，本州安置，不得检书公事。这说明了官名还在，但舞台没了。不过人还活着，只是政治人生被按下了暂停键。也就是从这里开始，后世熟悉的苏东坡这才粉墨登场。到了黄州，他就在黄州的城东开垦坡地，因此自号东坡居士。《宋史·苏轼传》里有一句话很有画面：“是以田父爷老，相从西山间。”逐仕于东坡，自号东坡居士。所以东坡既不是一个自嘲的昵称，更不是东坡肉美食博主的品牌前缀，这是一个从官场上跌下来之后，重新把自己种回土地里的名字。然后他走到赤壁，讲到黄州赤壁，这里又有一个反常识的点。其实苏轼自己也不是完全笃定这个赤壁就是当年的赤壁。苏轼在《赤壁记》里就说：“黄州守居之数百步为赤壁，或言记周瑜破曹公处，不知果是否？”这句话是说黄州州治旁边几百步有个地方叫赤壁。有人说那里就是周瑜打败曹操的地方，但到底是不是不知道。所以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里的人道是很关键。地理上的赤壁可能有争议，可是文学上的赤壁从苏轼这一笔之后就很难被取代了。因为最重要的是，不只是他站在哪一块石头上，而是他在那里看见了什么。《三国志·周瑜传》说：“于10年20事，吴中皆呼为周郎。”后面关于二乔的故事是说：“时得乔公2女，皆国色也，策自纳大乔，于纳小乔。”所以苏轼词里周郎和小乔出嫁是有根据的。他背后本来就有年少成名、风流得志、英雄美人的历史记忆，但更重要的是，周瑜刚好站在苏轼人生的反面。《念奴娇》里的周瑜是小乔出嫁，雄姿英发，羽扇纶巾，谈笑间强如灰飞烟灭。那苏轼呢？故国神游，多情应笑我，早生华发，无处不透露的中年被贬诗士，白发先来。一个青春得志，一个中年被贬，一个谈笑立功，一个因文字而入狱，一个赤壁周郎，一个黄州东坡。这个对照一出来，这首词才有痛感。最后他写：“人生如梦，一尊还酹江月。”酹这个字不是喝酒，教育部重编国语词典对酹这个字的解释是以酒洒地而祭。所以苏轼最后是说：“人生如梦，我把这杯酒还给江月。”这个动作我很有感。小时候我看我爸喝酒时，常常觉得很奇怪，酒都倒好了，但他不会马上喝，他会先用手指伸进杯子里，再往旁边点几滴出去。我当下很好奇地问我爸，他说这个动作是先敬给祖灵，也敬给那些已经在石头下面乘凉的人。在阿美族语里，这个动作可以和 bedik 这个词连在一起。阿美语蒙典里对 bedik 的解释是弹酒祭神，祈求。也提到第一酒礼是喝第一杯酒之前，以手指见酒滴祭神。所以你看，酒入口之前先分一点出去，是因为人不能只顾自己喝。有些酒祭天地，有些酒祭祖灵，而有些酒是敬那些不在眼前却一直在心里的人。
汉人祭祖时也常会把酒洒向地面。这些仪式不一定是同一个文化来源，但他们共享一个很古老的身体语言。酒进自己嘴巴之前，会先分一点给看不见的对象。所以苏轼这一杯不只是敬周瑜，也是敬赤壁、敬大江、敬月亮，也是敬那个差一点死在乌台诗案里的志基，敬那个文章冠天下却也差点死在文章的人，敬那个被世界狠狠打趴在地却还能重新站起来的人。所以念奴娇·赤壁怀古不是一首单纯歌颂英雄的词，反倒像是他用文字把自己从人生谷底里写回来的词。这就是苏轼最让人佩服的地方，不是没有跌落，而是跌落之后还能看见大江；不是没有委屈，而是委屈之后还能举杯泪月；不是没有白发，而是白发之后还能把人生写成千古传唱。这里是诗墨成歌，接下来让我们走进故国，和苏轼一起神游他的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。